我一个轻度二次元跟影爱好者，第一次来日本还是一个人，为了避免出了事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于是每天胸前装了一台 Automation 3跟 iPhone 全程拍摄，但是没想到拍到了这一些难忘的故事。我和大家一样，一开始都是从各种作品认识到日本人的形象的，也在我心中贴着各种各样的刻板标签。但是当我真的来到这里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在清水寺遇到一位表演卡米西拜的大哥，他那表演的感染力，甚至能够吸引的路过的学生都跟着一起鼓掌。Thank you. China. China. 谢谢，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马靠则是一位我在 VR Chat 中认识了很久的日本朋友，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对话状况，那混乱程度。哦，马靠，啊，你好，啊。你好，我去，咁犀利嘅。I don't know what to say. Big Mister. The war in countries. War in countries. Yeah. War. Like, what does it sound like? War? You can say it like Ohio no. ちょっと我一下。I will just mix four languages in the same time. 在千本鸟居外吃饭排队的时候，遇到了一位从东京来的情侣。Chinese。はい。Chinese。大家好。你好。今日は思ったより混んでない。はい。多分。初めて来た。のは良い。Good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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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しに京都来たの？アニメファンです。はい。何のアニメ？京アニ。京アニか。フェーマス。はい。大好きです。大好きです。エヴァガーデン？もちろん。鬼滅見たことある？鬼滅って何？ない、わかんないのか。鬼滅のはい，わかります。而令我感动的其实是在聊天之前，我们就已经跟店长报好了人数，他们报的是福塔里，就是2个人嘛，而我是 Hidori 1个人。但是当店长叫他们进去的时候，他却叫住店长，说一緒です。不过更难忘的，接下来才刚刚开始。在新宿的游戏厅遇到了2对情侣，在看到别人抓到娃娃之后，也被挑起了兴趣。但是即使叫了店员来小小做了一个币，都一直没有抓上来。これいいですか？頑張ろう。OK。何これ？其中一位大哥应该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吧，就感觉一直戒备着我。そうなんです。何？よく来るんですか？日本語はちょっと悪いです。中国人です。はい。お客様に不快感を与えたでしょうで、死刑を求刑する。それでは判決死刑。こうなるに決まってる。其实当时我也莫名其妙一起着急了起来，毕竟抓一次要500日元呐，如果这一次再不成功，那相当于是70多块钱打水漂了。但是，所以他们还是很开心，但是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他们已经准备要放弃了。这个时候，一个想法就能冒了上来，但其实我没有什么把握，我就跑到机器旁边看了又看，最后鼓起了勇气。手伝う可以いいです。いいです。手伝う？私欲しいの。OK 大丈夫です。I want to try it. Yeah. これ？はい。こうして IC って押す。はい。こうどうぞ。はい。ありがとう。はい。大丈夫です。写真とか撮らせて。頼むよ。はい。撮る？写真。OK。もちろん。はい。
虽然刚刚有些尴尬，但是这个时候我只想全力帮他们拿下这个娃娃。于是我动用了我平生所有抓娃娃的经验，一上来先转了一下爪子，发现完全转不动，就只好一次次的调整位置，想象着它下去的地方。背景的那首歌似乎又很应景，但是又似乎慢慢的消失了。俺は男はどうでもいい。ありがとう。写真。じゃあこれ持って待って。君たちも、話を。所以说吧，虽然有些困难，也有点羞耻，但是当你真的做出这些选择之后，每次你回过头去想，都会发现这是无比难忘的经历。明明啊，还充电了。而这一天，我起了个大早，看那么久的动漫，其实一直都很好奇日本的学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打算元气满满的跟着附近上学路线去趟附近的学校 Tokyo Fritz Toto Koto Kakuko。我没有查字典，应该没有读错吧？只不过这顿早餐虽然很好吃，但是这个画眉怎么一路上都没有人呢？哇，他们真的都是戴着黄色的帽子的耶，那个书包也是，真的是那个样子的。以前我还觉得动漫里面的主角上学路上这么好看，都是滤镜，都是骗人的。但是当我来到这里，我才发现错得很离谱。因为他们上学是一条很长的上坡路，所以每个人自行车基本都有电动助力。这个斜坡我走的都累。当然，还有一波接着一波步行上学的学生。走在这样的上学路上，确实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不过，这种体验只能停留在校门口了。而千本鸟居这个著名地方，就随处能够看到大家所说的 JK。而我刚好有点问题，所以我就看准了一队人，直接过去问他们。すみません。これは修学旅行ですか？あ、はい。こちらは何の意味ですか？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如果你带着愿望来，然后举这个石头，如果这个石头比你想象中要轻，那你的愿望就会实现。終わったやんか。努力が必要やった俺は。但是轮到我尝试之后，发现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那一刻的心情其实稍微有点复杂，这可能也是长大的代价吧。不过长大还意味着什么呢？估计有不少朋友在前面那部分已经猜到了，这一趟来日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圣地巡游。而最重要的那个动漫，相信你们应该也猜到了，吹响吧，上帝1号。在宇治公园附近，就是动漫中九美子经常坐的这张椅子，也因为实在是太过出名，你甚至可以直接在谷歌地图上找到它。而在这里，我遇到又一个新朋友。サンドイフォニアン。嗨，哦 Where are you from? イギリス England. Oh, England. Oh, I'm Chinese. I'm Chinese. I only know like 谢谢你好 in Chinese. I use this website to find all the places. 知らなかった。Hey. Have you climbed the mountain? Oh, tonight.
I'm planning tonight. I've just been going from that guide. Oh. You can Oh, find where did you find it? in the tourism room. Oh, okay. The hotel and the tower. Yes, that guy. But I think it's worth it. Yeah. Yeah. I mean, it's my second time here. Oh, it's second time. Yeah. I Wow, did it cool. 6 years ago. But Wow. 6 years ago there was like a bunch of construction, so the hike is not. It's like about 30-minute hiking. Oh, Just be careful coming down. okay. It's dark, right? Yeah, because there's no lights. Take a picture? Yeah, sure. Okay. Come on. Hi. Yes. 至于 George 说的 mountain， 其实就是动漫中2位女主去过的另一个地方。こんにちは。Because I come here because the Kyoani anime. Oh, Hi. me too. You too. Euphonium. Euphonium. マジだ。刚刚说的 Kyoto Tower 其实就是京都塔酒店。上面不仅放满了金吹的展览海报跟立牌，可以让粉丝在这里静静观赏，还可以将自己想说的话打在纪念币上带回家。方向吗？还是都可以？而当时我们都在说塔开的，其实并不是指这个京都塔，而是这一个每个粉丝都超级希望来的主题房间。而当我看到曾经在动漫里面看到的那些获奖证书、奖杯，那一刻我感觉真的好像进入了那个世界。但是最感动的是桌子上这几本写满了留言的交流簿。怎么办？有点想哭，我的妈呀！我现在正在一页一页的翻这个留言册，看到有2个人竟然因为在 UFO 里面认识的2个人，竟然在这里面结婚了。在京都跟在宇日经常能够见到这样的粉丝，哇，好神奇的感觉。其实我相信大多数粉丝在遇到我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就已经满足的不行了，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那就是听一次金吹的演奏会。其实日本大大小小音乐会真的很多，但是在出发前我真的找了好久，一个我想看的都没有。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的让我相信一个道理：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真的会给你开上一扇感动你一生的窗。那天我一路从京都塔走到锦市场的商店街，在准备去玉子市场所在地方的时候，忽然想起来附近还有一间国际漫画博物馆，于是我就抱着顺路的心态来到了这里。而当我刚寄存好东西，就听到了博物馆里面传来隐隐约约的音乐声。我当时立马睁大了双眼往里面跑。当我走进那个小乐厅之后，听到了第一首曲子，我发现我的梦想好像在这里实现了。如果你没有听过金吹，那你可能听过这一首鲁邦三世。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听过，没关系，下面这一首你一定听过，《鬼灭之刃》，而他们演奏的甚至是组曲。说实话，我期待这场演出真的期待了太久，以至于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表达出我当时的心情。用柳暗花明又一村来说都有一点太过平淡，我甚至愿意用绝处逢生。演奏结束之后，我当时真的没有按耐住我的兴奋，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们。当他们听到我的故事和我那感动的好像此生无憾的样子之后，他们都笑得无比的开心。可能学过音乐的朋友都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一首无论多么喜欢的曲子，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总是会麻木的。但是如果当某一天有个朋友过来跟你说，这首音乐感动了他，那这个时候会发现，这一切的苦闷都会变成无比的快乐。
那天晚上，我在背包拿出了那张演出的宣传单，发现上面有他们的网站。本来以为是一个很官方的网站吧，但是打开之后发现，这朴素的跟远古博客一样的网站，却像是爷爷、团员们，甚至我们大家生活的缩影。虽然刮着风，但仍然成功的音乐会，因为疫情而被迫取消的表演，像乐团的家一样的文化中心，因为各种原因而关闭，甚至因为新冠，很多人连最后一次来这里练习的机会都没有了。疫情逐渐好转，但是一个组只有2个乐队参加，再到慢慢恢复公开演出，忽然间五味杂陈，于是写了长长一封邮件，想把这所有的心情好好的跟北山乐队说出来。没想到仅仅只是第2天，指挥也就回复了我的邮件。也正是因为这封邮件，我跟他们真正的当上了好友，直到现在。当我拿上这所有东西回到家之后，虽然不能说像小学生一样觉得这一切好像在做梦，但是我会想，我要把这一切好好的记住，成为我人生中的一部分，成为我动力的一部分。下一次再去京都，一定要再见面。